上一次呢，有網友許願的餐廳點餐系統呢，我已經有把它開源，而且放到了上一次的會員頻道裡面，那有做了教學給大家。今天我們又來達成網友的願望啦，有人許願想要一個 AI 客服系統，今天也把它做出來，而且一樣開源到 GitHub 上面。那接下來我們就教大家要怎麼免費的把它部署到 Supabase 加上 Netlify 吧。Let's go！嗨，大家好，我是阿湯。繼上次呢用了 Supabase 加 Netlify 免費部署了餐廳點餐系統之後呢，今天我們要制作的這個實作的工具呢，就是 AI 客服系統。一樣呢是透過 Supabase 加上 Netlify 就可以免費部署上去。不過呢，並不是真的完全的免費去使用，我們只是呢在伺服器這個部分呢是可以免費使用的。但是如果要用到 AI 回答的部分，因為必須要用到 AI 的 API key 嘛，所以一樣是會有付費的部分。只不過呢，如果你這個客服使用量不多的話，其實 API key 的費用大概也頂多就是1個月幾十塊不到啦。就算你的 AI 客服回復量很大的話，再怎麼樣應該都會比起你去外面租用 AI 客服的系統費用來的低上很多。畢竟就是你用多少付多少，至少呢省下了這個系統建置的費用。接下來就往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放到 GitHub 上面開源的這個 AI 客服系統吧。在開始之前呢，我們一樣呢來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 AI 客服系統呢到底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到底適不適合你用。大家可以先看過這個展示之後，再決定要不要來部署看看。好，首先呢，這個 AI 客服的後台呢會長這樣子。那這邊呢，我讓這個後台呢支援了 GPT 以及支援了 Gemini。但不得不說呢，目前如果要做 AI 客服的話 ，GPT 的話會比較好用一點。那其中 GPT 呢，雖然呢現在模型有到5以上了嘛，但是我覺得單純用來做客服的話，用 GPT 的 4.1 Nano 或者是 4.1 的 Mini 都會比起其他的模型來的好用一點。這部分呢是一點小心得啦，給大家做一點參考。另外呢 ，Gemini 呢，就算我用到3的 Flash 或者3的 Pro， 其實我覺得它用來做客服的這個回應上呢，我覺得都沒有 GPT 來的更好一點。所以這部分大家自己考量，想要使用哪一種，或者是呢你2種都可以去做測試看看。好，那這個後台裡面呢，除了設定 API key 之外，那這個模型名稱也可以自己設定要使用哪一個模型，那它的這個溫度要用多少，最大的 token 回復要使用多少。好，那注意的是呢，這個 API key 當然它還是需要付費使用的，即便呢我們今天講說這個 AI 客服的系統是免費可以架設上去的，但是這個回復呢要使用到的 API key 呢，它當然也是要付費才能使用的。好，再來往下呢，這邊可以有一個系統指令，也就是你這個客服的角色代表以及一些規則可以在這邊設定給他。那再來呢，客服參考資料這邊有2種方式讓他去做設定。第一個方式呢，是可以設定直接文字在這裡，或者是呢，你把它存成 TXT 檔，或者是 PDF 的話，一樣可以直接上傳，然後讓它作為參考資料使用就好了。然後往下呢，這邊會生成一個 Webhook 的 URL， 這個是要設定到 LINE 那邊去的，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網址拿去做設定。另外，可以在 LINE 的開發者賬號那邊也可以取得這個 Access Token， 還有 Channel Secret 這2個呢，都可以在LINE 的開發者賬號那邊去取得，然後來做設定這樣。最後呢，這邊有個轉接專人的這個關鍵字，比如說我輸入專人客服的話，就會去呼叫人工客服。那多久之後呢，會自動轉回 AI， 或者是也可以有手動轉回的功能。這個我們等一下呢會示範給大家看一下。那這邊有一個客服專員的 LINE 的 IDS， 這個是 User ID， 這個呢也會跟大家講說要怎麼去做取得。有設定的話呢，就會通知你有人呼叫人工客服，那你就會知道說可以趕快去回復。再來專人客服這邊呢，就是當有人呼叫人工客服的时候，這邊就會出現東西。好，那這邊來我們試給大家看一下。像我們現在設定的呢是 GPT 4.1 Nano， 那這邊系統指令跟文字參考資料呢，我都是用 AI 去隨機產生出來的。好，比如說呢，我打一個 Hi， 這個最基本的這個招呼，它就會告訴你好什麼什麼什麼的。好，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回復。好，再來你可以問說你們有什麼服務，那麼這邊呢，它就會按照客服的參考資料告訴你服務有什麼。那比如說你可以問他說有沒有公司地址。這邊一樣會按照資料裡面回復你，如果沒有地址，他就會跟你講說沒有地址。那如果呢，你問的是客服資料以外的內容的話呢，比如說你跟他講說給我雞蛋糕食譜，他就跟你講說這個客服資料裡面沒有這個相關資訊。不過這個部分呢，並不是系統預設就不會回答資料以外的內容，而是呢在系統指令這邊要自己去設定。
僅能參考客服參考資料中的資訊回答。你要去設定一些相關的核心規則來限制他回答的這個內容，這樣呢才會按照你的這個參考資料去做回答。好，回答的部分呢，基本上呢大致上不會有問題啦，就是會照你的這個資料去做回應。這個是 AI 客服的部分。接下來如果我們要轉接人工客服的話，怎麼去做呢？像是我們有講到有設定關鍵字是專人客服，那我們可以輸入專人客服來呼叫這個人工。好，這邊呢就會告訴你已轉接真人客服，然後請稍後，有沒有？那這個第二行真人通知的部分呢，正在呼叫專人這個部分呢，這一條並不是傳給使用者的，它是傳給設定的人。比如說像我是這個管理員，他就會傳送這一條訊息給我。但因為我現在測試嘛，這個客人跟主人都是我，所以兩條都會傳送到我這裡來。但實際上呢，這一條呢會只傳送到你那邊去，客人那邊是不會收到第二個訊息的。好，當收到真人客服這個通知之後呢，你就會來回應他嘛。那回應完之後，如果你都不做任何設定，30分鐘之後呢，它就會幫你自動轉回 AI 客服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回答完之後就幫他手動轉回的話，在後台這裡不是有個專人客服嘛？你看我這邊呼叫專人客服的這個 ID 就會顯示在這裡，這時候你可以按這個轉回 AI 接手，好，這樣就回去 AI 客服了。那這邊客人呢，如果繼續問的話，就會由 AI 來接手繼續了。這個呢是我們整個 AI 客服的後台以及操作的這個流程以及運作的這個方式。接下來呢，就教大家要怎麼快速而且免費的把它部署到 Netlify 還有 Supabase 這兩個部分。首先呢 ，AI 客服系統呢跟上次的餐廳點單系統是一樣的，我都有直接把它放到 GitHub 這邊開源給大家去做使用。那今天也會直接教大家要怎麼快速的把它直接部署上去，免費的去做使用。好，第一個步驟呢，就是按照這個專案上面的說明直接去執行就好。那第一個步驟這邊講說 fork 本專案，簡單的說，它就是複製一份這個專案到你的 GitHub 賬號下。如果呢你不知道怎麼去 fork 的話，也沒有關係，你直接點上面這個就好。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它就會幫你 fork 一份到你的 GitHub 賬號下面，並且呢把這個專案部署到你的 Netlify。好，這邊直接來操作第一個步驟給大家看。基本上這個直接按這個按鈕的話，就已經包含了第一個步驟，還有第三個這個步驟。好，這邊我們先來點擊一下這個，點了之後呢，它就會出現這個 Connect to GitHub， 那我們就按下，這邊會出現相關授權的，你就允許之後就會往下進行，然後它會在 Netlify 這邊呢建立一個專案的名稱，你就按儲存，並且開始部署。接下來跳到這個畫面之後，它就已經出現建立中了，那你就稍微等一下，等到它這邊出現網址的時候，就代表它已經把這個專案呢部署到 Netlify 上面。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往下去做設定。好 ，Netlify 這邊呢就已經完成了，有沒有？這邊出現網址，它就已經把這個專案部署上去了。不過現在呢去開呢還是會錯誤，或者是沒有內容，大家不要急。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第二步驟。第二步驟呢就是在 Supabase 這邊呢，先到 SQL Editor 這邊複製，並且執行下方的完整資料庫腳本，就是這邊。我們可以先把這邊複製下來。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照他講了，去 Supabase 這邊嘛，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專案，這邊就點擊一個 New Project，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專案名稱。這邊你可以輸入一個自己好記的，比如說 AI Customer Service， 然後在 Database 的 Password 這邊也要輸入一個自己好記的、記得下來的，又不會被破解的。往下就不用去動，直接建立一個新的專案。建立完專案之後呢，我們就點擊左邊這邊有一個 SQL Editor， 有沒有？我們點擊它之後，貼上我們剛剛在 GitHub 那邊複製的那一串 SQL 代碼。好，貼上去之後，我們直接按 Run， 這邊會出現 Success， 就代表這 SQL 的執行呢都沒有問題。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往下來繼續進行。接下來你看專案的第二步驟裡面的第三個步驟，就是要建立一組管理員賬號。這個呢，我們直接在 Supabase 裡面去建立就可以了。這主要是用來登錄 AI 客服系統管理的後台。這個在哪裡建立呢？我們一樣到 Supabase 這邊，然後左邊這邊有一個 Authentication， 我們就點擊它，然後右上角點擊 Add User，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 User。這邊賬號跟密碼就直接輸入你想要使用的賬號跟密碼就好。那這邊是用 email address， 這個只要有打勾的話呢，它就不會去再確認你的 email 賬號。那如果你沒有打勾，它就必須要再寄一封確認信，讓你確認後這個賬號才可以去做使用。那如果你想要有多個管理員賬號的話，就是建立多個賬號就可以了。基本上呢 Supabase 就設定到這邊就完成了。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設定 Netlify 那邊，也就是我們看一下 GitHub 這邊往下的步驟。
第3個步驟一鍵部署到 Netlify， 我們剛剛已經部署成功了嘛，就直接點擊那個可以直接 fork 加部署。接下來我們要加入環境變數的部分，一共有4個要去做設定。我們今天複製呢第一個變數名稱之後，然後我們到 Netlify 這邊來，然後我們點擊第2個 project 的設定這裡，然後我們在左下角這裡就可以看到環境變數的設定，然後新增一個變數，這邊直接點擊新增一個新的變數，然後把 key 呢我們再把它貼上來。接下來變數的部分呢，這個要去哪裡取得呢？ Supabase 的 URL 當然就在 Supabase 那邊取得嘛。我們回到 Supabase 來，然後最左邊的下面 Project Settings 這邊點擊 Data API， 把這個 URL 複製下來之後，然後到 Netlify 這邊貼上這個值，然後按建立，然後依序的我們來建立第2個值。一樣，我們要複製第2個變數名稱。第2個變數名稱是 Alarm Key， 然後我們先把它複製，然後貼到這裡來。Alarm Key 一樣，我們在 Supabase 這邊左邊變成 API Keys， 我們剛剛是點擊 Data API 嘛，進來是 URL， 那接下來往下這個 API Keys， 然後這裡切換到右邊這個就會出現這個 Alarm Public Key， 然後我們把它 copy， 然後到環境變數這邊來，然後把它貼上去，然後按建立。接下來我們建立第3個，一樣複製這個，一樣是 URL 的名稱，跟剛剛那個 URL 其實是一樣的，只是一個用在前端，一個是用在後端。所以這邊呢，我們要到 Supabase 的 Data API 這邊，把這個 Project 的 URL 複製下來，然後一樣把它貼上去，好，按建立，好，建立第4個，最後一個 Supabase 的 Service Row Key， 這一樣我們先把值呢貼上來，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到 Supabase 這邊，一樣到 API Key 這邊，切換到剛剛那個頁面，上面這個是 Alarm Public Key 嘛，那 Row Key 呢就下面這一個，我們要先點擊右邊這個 Review。然後就把它複製下來，然後一樣，我們到環境變數這邊把它貼上，然後按建立。好，這樣呢，環境變數都設定完了，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 project 的首頁來。好，這次呢，我們就可以來點擊這個網址看看有沒有，這邊會出現設定未完成。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剛剛是部署上去之後才去建立這個環境變數，所以它會出現這個。那我們必須要讓它重新部署就可以了。這時候我們回到 Netlify 這邊來，然後我們點擊左邊的 Deploys， 再來我們在右邊這裡選擇第2個沒有快取的重新部署這個專案，然後我們就點擊下去就好。接下來就會重新部署這個專案，等它部署完之後就可以正常的去執行了。重新部署完之後呢，我們一樣回到這個 Overview 這邊來，一樣點擊我們剛剛這個網址，有沒有？這次就可以正常執行出來了，就有這個賬號跟密碼可以輸入。這個賬密就是我們剛剛 Supabase 那邊所建立的賬號跟密碼，建立完之後你就直接把它輸入登錄就好。好，這樣就成功登錄進來了。接下來你就可以選擇呢，你要使用 GPT 還是使用 Gemini。好，這邊給大家做一個範例。那比如說我們今天想要用 GPT 的話，這邊要去輸入 GPT 的 API Key。好，這邊呢我就不特別去介紹怎麼取得這個 API Key。在資訊欄呢，我會放一支我之前的影片，就是教大家怎麼去取得 Open API Key 的這個免費的額度的部分。然後裡面其實也有介紹到這個 API Key 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那支影片取得之後，然後把它貼上去。接下來模顯部分呢，就跟前面提到的一樣，建議大家使用 4.1 mini 或是 4.1 nano， 用起來呢這個回答比較精準，也比較好一點。那這溫度的部分呢，建議大家可以直接輸入到 0.1 就好。Max Tokens 呢最少要1000到2000啊，不然這個回復的字數不夠的話，回復起來會有點奇怪。那我會建議大家大概輸入個2000可能差不多。往下系統指令跟參考文字資料，就看大家自己怎麼去做設定。這邊呢，我就先簡單的一樣用我剛剛 AI 產生的這個內容，先把它丟上來。好，那檔案部分我用參考資料的方式把它丟上來。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LINE 的設定的部分，那這邊會有提供一組這個 Webhook 的連結。好，我們先把它複製下來，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 LINE 的開發者賬號這邊來，先建立一個新的 Providers。那我們先把它建立。那記得這個名稱一樣可以打一個你自己好記的，之後才不會忘記要刪除哪一個。比如說打一個智慧客服，然後把它建立。然後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 Message API Channel， 然後我們點擊進去之後，這邊呢就點擊這個去建立一個新的官方賬號。如果你已經有既有的官方賬號，想要加入這個系統也是沒有問題的。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一下。這邊呢先建立一個新的來做範例給大家看。輸入完資料我們就按確定，然後再去確定往下面完成。好，這樣就建立完成了，就可以進入到這個管理畫面嘛。好，這邊會有2個同意，1個、2個，就繼續玩，就會進入到這個頁面來了。接下來我們，如果你是新的賬號的話，在右上角這個
聊天的部分，我們要先把它打開。然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呢，就是這個 Webhook 部分，我們要點擊開啟 Messaging API 的設定畫面。如果你原本就已經有串接其他 Webhook 的話呢，你就是只要到 LINE 的開發者賬號那邊去替換 Webhook 連結就好了。如果你都還沒有用過任何的 Webhook 的話，你這邊也會是關閉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要用既有的官方賬號去串接這個 AI 客服的話，你進來之後要先看一下你這個 Webhook 是不是打開的。如果已經有打開過的話，就代表你的 LINE 的開發者賬號那邊已經有設定過了，你只要去變更這個連結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沒有用過，就會跟我這個流程呢是一樣的。我們先點擊開啟 Messaging API 的設定畫面，這邊我們就點擊啟用 Messaging API， 這邊就可以選擇我們剛剛建立的 Provider， 像我們剛剛建立一個智慧客服嘛，那我們按同意。這邊不用去輸入，按下確定，然後再按下確定。好，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Webhook 的網址，可以讓你去填寫。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得到的那一個 Webhook 的連結，把它貼上來，然後按下儲存。好，這邊就設定完成了。接下來我們可以回到 LINE 的開發者賬號這邊來。我們剛剛這邊是一個建立新的 LINE 的官方賬號嘛。接下來我們就點擊我們剛剛的 Provider 在左邊這邊，然後這邊就會出現我們建立的這個 LINE 的官方賬號，然後我們把它點擊進去。然後我們就可以切換到 Messaging API 過來。好，往下拉一點呢，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Webhook UI 咯，也就是我剛剛講的，如果你已經有 LINE 的開發者賬號設定過其他 Webhook 的 UI 的話呢，就是到這邊來按編輯之後替換成新的就可以了。好，往下這邊記得要打開 Use Webhook， 然後這個也把它打開。好，再往下拉到最下面有一個 Channel SS Token， 按下 Issue 就會產生。把它複製下來，然後回到我們的後台管理，我們剛剛這邊有一個 Channel SS Token， 要把它貼上去。再來下面這個 Channel Secret， 這個要去哪裡取得呢？這個一樣在 LINE 的開發者賬號。我們剛剛在這邊取得 SS Token 嘛，我們往上拉到底，然後這個 Basic Settings， 然後往下拉，這邊有一個 Channel Secret， 有沒有？把它複製下來，然後貼到我們的客服後台管理這邊 Channel Secret。再來往下，這邊有一個客服專員的 LINE IDS， 這不是你自己的 LINE ID 哦，是 User ID。那這個呢，通常呢，你在 LINE 的開發者賬號這邊來創建完之後，這邊就會有一個你的 User ID， 你就直接複製這個就好了，然後一樣把它貼上去。再來轉接關鍵字，看你想要用怎樣的關鍵字來轉接真人客服。那比如說我先隨便打一個專人客服，那這邊可以設定多久自動轉回 AI， 那我預設我是用30分鐘啦。設定完之後，上面就按儲存變更。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測試給大家看一下這樣的部署到底有沒有成功。好，比如說我們打個嗨，先打個招呼，好，確認他有回復過來，就代表這個客服串接基本上就是沒有問題了。接下來問什麼都是差不多的。那你唯一要測試的，比如說像是專人客服，他會不會去轉接到你的這個真人客服，並且通知你呢？有沒有一樣？這我剛剛講了，因為我是同一個人嘛，所以這邊使用者收到的會是這一行。那管理員會收到這一行，那你就會收到這個。接下來就可以點一下後台的專人客服這邊，確認一下有沒有呼叫專人客服這個有沒有記錄出來。有的話，然後你可以再試一下，在還沒轉回 AI 之前，這時候使用者繼續打的話呢，是不會有任何回復的，有沒有？它是不會有任何回復的。那比如說我們把它轉回 AI， 切回去之後，然後我們再打一次，這時候就會有回復了。那我們可以繼續問問題，比如說你們有什麼服務呢？有沒有？他就會按照我們的參考資料去做回復了。基本上呢，這樣就完成 AI 客服的整個系統的部署了，非常非常的簡單。看完上面的教學之後，大家也成功部署了自己的 AI 客服系統了嗎？如果真的部署不出來，或是哪裡失敗有問題的話呢，就歡迎加入這個會員頻道的學習 Plus 方案。加入1對1的聊天，就可以幫你1對1的解決問題哦。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如果喜歡這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還想要許願怎麼樣的程式呢？儘管來吧。或者想要知道什麼樣的 AI 教學，都在底下留言告訴我。我是阿湯，下次見，拜拜。